好了，我们呢今天是第9课了啊，那么呢就是也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是最后一课了。然后你们问什么问题都可以了，过了10个。就是叫自由论坛，自由论坛你吹什么牛都可以，连炒股票都可以。我希望同仁有一天能够股票上市。那么刚刚有一位他要问一个问题呢，可以的啊。刚才有一位要问问题的，请问那个人是 Jeff。大家早。我只是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用那个贝壳啊，或者是陶盆啊，那就是用锤子、藤条加陶盆3样东西。那我是想知道说这个背后的原理是什么？那第二个就是说，那3样东西，假如用锤子直接敲这个贝壳啊或者陶盆啊，这个绝缘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它第一个我们就是上次都讲了，这个叫压电电流。现在这个压电电流呢，又有一个叫生物压电电流。生物压电电流可能是日本人发现的，那个是1957年。那么呢，就是说人体的骨头是储藏有这个生物压电电流的。就是说我7年前写的书，就是在骨头就是人体的一个储电池。人体是有电池的，人体也有神经的，神经就是那个电线导体。那么呢，这个电线出了问题，人就产生了这个高电阻。高电阻产生了，那个电流就小了，那个器官就产生了功能性的问题了。那么呢，我们这30年呢，我的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电阻的，但是没有留意到这个电压。电压7年前我已经有这个电压，书都写了，但是这个方法用什么方法让这个电压提升呢？就是充电，你的手机电压低了，也不工作了，就要充电。那么人体怎么充电呢？就是说人体的骨头，我们可以撬它的骨头，撬它的骨头的时候，骨头就产生了这个压电电流了，就充电了。我们就是开启的时候呢，是由鼻子鼻通穴。鼻通穴呢，它就是骨头，这骨头打通了很多鼻子、耳朵、眼睛、记忆力，很多毛病都没了。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是真的去这个实验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人做了手和脚都是骨头的地方，所以呢，你撬肌肉的时候，肌肉它是导体。它不会储藏电子的，所以呢，一定要撬骨头。然后一个问题就来了，前面的地方没有骨头啊，你怎么敲？就是第一个就是乳癌的，他说哪里没有骨头？那么我就说，我们可以在外面扎上一个骨头给他。那么呢，我们就用那个贝壳或者陶器、瓷器、玻璃。上个星期我们用玻璃做了一个很大的，就是那些有几个脑癌的觉得效果非常好。那么你在外面加上这个贝壳、瓷器，还有这个玻璃的，就是我们呢上个星期呢就是用了这一个，那些脑癌的有很明显的反应。还有这个脑出问题的，譬如帕金森，还有渐冻人，这些人都有很大的治疗效果，而那个反应非常好。就是说，当我们用任何物质撬它的时候，它就产生一个压电电流。
但是你产生了这个压电电流，你通过什么可以传到你的骨头去呢？那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认为你产生这个电子，这个电子可以用这个观测者效应送到人体去的，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加了我们的箭头是要观测者。那么这个观测者到底是不是每一个箭头都可以呢？不知道。那么呢，我们再从这个双缝实验那里看到，这个呢就是双缝实验的观测者效应，是不是我们呀一个疑问？这个箭头为什么有效，可以产生这个能量？是不是我们的意识去了这个箭头？现在呢，科学界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的，那是不大清楚。到底为什么双缝实验的时候，这个箭头可以改变离子的状况？那么呢，我们通过这个实验，是不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进了这个箭头，还是我的意识，还是病人的，还是哪一个人的？不知道。但是他已经所有的科学家接受这个原理，就是这个箭头可以改变这个粒子的能量的，可以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撬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原理。那么我们可以撬人的骨头，但是有的地方没有骨头，或者骨头比较困难，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陶瓷的或者其他的什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任何的锤子，可以，你骨头打骨头的话，它已经产生这个压电电流的了。但是我们要用最好的方法。那么你产生这个电子，它有一个叫电磁场的，它就缺乏了这个磁力，所以呢，我们这个锤子呢是有磁场的。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电子磁场了。这磁场可以送到人体去，但是送的方法根据牛顿的定律不可以。牛顿的这个经典物理学，这个电子一定要有导体才可以传到人那里去。但是去了量子物理学，这个就不需要了。它已经产生了能量，可以跟你里面的交缠在一起，也可以增强这个能量。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属于多维空间、多维宇宙的了。多维宇宙、多维空间，这个也可以用一个意念将两个离子交缠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看起来很简单，而且也没有 not make sense。什么叫 not make sense？ 不合理。不合理的。但是你去了量子物理学，这个就合理了，因为它多了一个观测者效应，可以改变的。所以呢，我们撬这个，现在很多人都撬了。那么我们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用最好的。产生最好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这个呢，它产生的功能是最强大的meter 那个。那么呢，我们呢苏 KK 啊做过这个实验了，我们可以用这个 meter， 这 meter 呢，你可以市场上买到这个 meter， 然后它看它产生的能量是有多大的啊。那这个能量是存在的，但是你有了这个电池的能量，敲击就产生了电池的能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能量怎么可以传到我的身体来？那个呢，就一定要根据量子物理学的原理，这个两个离子才可以产生交缠进了病人或者你自己的脑袋或者任何的有骨头的地方。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骨传导原理。现在目前骨传导呢，全世界我还没看到有资料关于骨传导的资料的。
那么就说我们还是目前，网上我们还是第一个用这个量子物理学跟骨传导配合起来的。那么全世界现在很多，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个生物压电材料，因为这个材料可以卖钱的，但是你叫他撬这个，他就不干了。所以呢，全世界都在研究，但是现在有很多结果出来，就是说将来的手术就是用这些材料的。但是我们要说根本不是要这些材料，我们也有很多材料的，就不是要研究。我们一个密的，就是一个看看哪一个材料最好的，这个也很容易。而且我们还是一个用意念和敲打，那么呢，我们这个能量是最大的了。现在，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有的非常清楚。现在呢，这个呢，我也开始写这一篇文章的了，就是写到骨传导的文章。我看这个星期呢，我会发表一部分的，一路写下去，因为骨传导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我可不可以再请问一下，就是说，目前加的这些东西的形状来讲，都是一个中空的形状。譬如说陶盆啊，或者玻璃盆啊，或者是那个9孔的壳子，那是不是形状有这样的要求，还是说一个平的东西直接放上去也有同样也是可以的？它第一个呢就是一个问题了，有骨头的地方我们择机撬骨头，譬如我们一开始撬手，我星期六有一个做律师的，也是刚刚那个 Wayne Brown， 他呢是前列腺癌，然后我就给他，他也有这个厨子，给他一个藤条，他太太是类风湿，他说我每天给他打，给他太太打，节打，他说这个类风湿基本没了。那么类风湿西方医疗还没有办法，中医都困难，但是我们的方法，这个他说敲了几天没了，而且他是很多人的类风湿，所以呢，我们用这个不同的形状的东西，就是家里有什么就是做什么嘛。我就说这个呢，原来呢是装这个水果的，装的是沙拉的那么呢，反正在家里有就拿来用上就可以了。那么你有什么就用什么，比如我们就是用吃饭的陶器或者那个喝茶的用那茶具都可以。那么瓷器和陶器两个是有一点的分别的，我们要用最好的，这个是玻璃的。这个玻璃的效果也非常好，但是不能用金属的，因为用金属的呢，它不是绝缘体，它不会产生这个压电电流的。那假如说用塑胶的产品呢？塑胶的呢，是不是效果不一样塑胶的，因为它硬度不够产生的电流也不一样。好，谢谢。我是请问一下，如果在敲的时候没有那个藤条，直接用那个锤子可以吗？可以，但是用锤子的敲法，这疗效有分别的还有一个陈医生，你在家里也是拼命的敲了，太太每一天都给你敲的，你叫你太太或者你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的麦克风没开。
什么？对，就说要分享说你这个用藤条，或许用关这个盖子，你觉得哪个效果比较好？要问你啊。我是直接用直接，我都不要憋的，直接用这个用敲的敲到我的头上面，用那个镜头，对，镜头，那我也试过用那个贝壳，可是我还没有说觉得很灵。我因为睡觉嘛，直接最简单，我用了差不多快2个月了，觉得做效果很好，都很好，都没有在痛啊，在头痛啊，有没有抽痛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对，那其他的跟以前的这些放在头跟喉咙，这个都还好。那另外那个贝壳也在试验了，我太太也在试验，我觉得收手了，不是说很明显，我觉得还是这个是那个好啊，因为那个呢本身呢已经是压电陶瓷的了，这个对啊，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呢也每一天自己敲，因为它骨头本身呢已经产生这个压电流的了啊，然后呢我又觉得我的精神体力增加了啊，这个而且是明显的增加，因为你一切的东西都是来自大脑，所以脑也是骨头的在外面啊，因为有出现什么毛病呢？我是第一个牺牲品，到现在还不错啊。好，还有一个呢，麦狗一样，我再补充一句，因为我上面夹的是线圈。有。不是只有对。它除了引力子还有线圈呢。我们这个呢也有里面呢都有线圈的啊，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呢也是有，这个呢就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这个能量是大，因为我做脑癌的，上个星期做了3个脑癌的，就是这样敲脑癌的。还有我都录了像的了，那个一个脑癌，还有一个眼癌的，那个眼癌呢一敲还不到10秒，整一个脸都红了，而且那个眼癌的也没有了，因为我的贝壳上我只有弄那个镜头，所以可能不够。那我了解了，我再把那个他带的时候，我直接贝壳上去再敲。就是这个原理所以呢，因为它这个呢，就是一个物理，这个周着你的骨头呢，它也接触，那么从牛顿的角度来说，对人体有好处，然后用量子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对人体也有好处，所以呢，这个呢就2个都有的，牛顿的物理学和量子的物理学2个都合用的。2个都有。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奇怪，但是我们上个星期整一个星期，很多人都已经用上这个方法了Isabel， 你有没有给病人做这些的，也可以分享一下。老师，我还没有拿到我的贝壳啊，我现在都还是只是用那个骨传导，就是在帮我几个朋友敲，那反应都还不错。还有那个头带，他们有人戴那个头带以后，他应该是我不晓得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问我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忘记我跟他说什么了，对，说不出的了对，我那时候我请他，就是我拿那个藤条让他自己去敲，我说你自己敲，说非常奇特的感觉。那我觉得有些很奇特的感觉，其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多的会是那一种，觉得脑袋里面在旋转的那个感觉。对，那个不晓得说那个是不是好像你整个脑袋在重组一样。充电嘛，就是给脑袋充电。对啊，就是那种在回旋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强啊。对，那因为我现在只有头戴跟那个同仁，所以我现在都是只尽量利用这两个在帮我的朋友。这个头戴啊，看起来是很简单，但是里面的学问更大。头戴。你再多说一点头戴吗？啊？老师可以请您再多讲一点头戴吗？头戴呢，就是最初期的头戴呢，就是从这个隐形轰炸机哪里来的？隐形轰炸机就是为什么这个轰炸机雷达就吸收不了它这个信号。当时呢，有一个叫 Michael Chang， 他是这里台湾商会的副会长那一天呢，他也很无聊，那新年了，过年的时候就是应该所有的餐馆生意非常好的不得了，他呢就是没生意，因为他卖的是饼干那些之类的。我就跟刁理说，今天没有奇迹出现了。我说还没到啊，要过了还有几个小时才过了年呢。这个 Michael Chang 他就拿了这个材料，还拿了一个负离子机，他这个负离子机啊是几千块美金买的。我说我都不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呢，他就说他那个叫 RAM 材料就是那个材料就是用于引燃轰炸机，它这个材料呢就可以将那个电波吸收进去。然后我当时说他当时又拿了一个负离子机，我说你身体的负离子是多余的东西。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头戴将我们那个自由基吸收进来，所以那个头戴呢就将你里面的自由基吸进去，然后清掉的。但是这个是以前用的了，所以呢我也没说的了，这个因为说起来又更加多的了故事。那么呢，我们人体是有很多那个自由基的，自由基对人体是有害的。那么你怎么将它吸进来？然后吸进来，其实人体还有另外一种理论，就是渐电理论。人体带的渐电多，人体也会受伤的。所以呢，那个是苏联，就是俄罗斯那个时候，大概1950几年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还是很多人接受的，因为很多人身体就是带很高压的那个渐电，人体有自由基，每一个医学家都接受的。但是你怎么将它弄出来，就是这个问题了。弄出来，它应该又往哪里去？所以呢，我这个头戴呢，就包括了这一个自由基。和这个自由基和这个渐电，但是它这个自由基，它也是渐电，都是一个高压的电，它应该去了哪里？所以呢，以前呢，我们呢都装了这个压电陶瓷，因为压电陶瓷可以将这个渐电和这个自由基在哪里转换为机械能。转换机械能，它就这个自由基和这个渐电就没了，人也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个头戴你看起来看不出的，就是说它里面有一块绿色的材料，那个材料呢就是美国引燃轰炸机用的材料，是当年那个也是 Michael Chang 给我的。
我就做了哪个年代也做了不少。很多人说，这个能量，这个大家很舒服的，为什么？因为它将这个自由基和静电清理出来了。之所以说我其实不只是放在头，因为比如说放哪里都可以啊，都是同样的道理嘛，它就只是它能够去清除自由基跟静电。可是另外来讲，我记得有一次上个礼拜，在一个课程里面，你在敲的时候，那时候我把放在脖子这里，然后我就觉得它的整个的反应特别强。就是说那一次你好像是在处理，因为现在这个肝跟胃的问题，不知道哪个同学肝跟胃的问题，但是我发现我带了这个之后，那一次的反应很强，很强烈，所以它也会加强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的效果呢。当然可以嘛，因为现在这个跟以前的那个材料又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又放了乌合金，还有5个，一共5片，所以呢，整一个呢就是综合以前的知识而放在一起的，不是这么简单的。看起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用这个量子物理学一来分析，里面是有很多乾坤的，大有文章的。好 ，Michael， 你也用了这个陶瓷的了，有什么分享的？我只有在我们的这个快乐敲铜人那个上面用，那呢，据他们这个我敲，他们这样子接受，他们的反应是说，这个能量很强，他会全身会酥麻麻的，反正他们很多的形容词，都是反应都很好。好的，好，还有，因为现在呢也是第9堂第9课的了，还有什么不懂的？8个星期接连下来不懂，或者有什么奇难绝症、奇难杂症需要讨论的？是我，就是我刚刚加入同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刚好，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老师那时候好像有一个实验叫做返老还童。对，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你们已经实验到最后了，刚好我 join 同仁，所以我不晓得老师前面是用什么样子的 theory，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做法，然后去做到了返老还童，或者让时钟倒回走的这个。那老师在讲的是吗？时钟倒转呢，我们不是我自己的时钟倒转，好几个人的时钟都倒转了，而且这些学生都是可以信得过的，不是胡乱吹的。因为学生第一个呢，就是那个叫Jin，他自己是物理治疗师的，那么自己是物理治疗师，他就不是胡乱的在哪里胡说的了。还有一个就书选掉了16磅的那一个，而且他们呢后来呢都拍了这个照片给我看，我自己呢当时回到家里就莫名其妙的，这个怎么会逆转的这个时钟？不可能的嘛。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回去过去，也可以去到未来，因为呢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平衡宇宙，或者就是多维宇宙，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这个意念。以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负伤疗法，负伤就是这个能量一路在消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去到未来？可以的，量子物理学它有这个原则，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量子物理学它最大的就是一个意念，意念可以改变一切，这个是唯心论。现在全世界都要接受这个唯心论呢，不是老是说唯物论，啊，唯物论是牛顿的，唯心论是爱因斯坦的。其实你的手机，现在我们在讲话用的手机，很多呢都是唯心论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意念可以改变一切，但是这个意念有的时候会不稳定的，但是你去了一个集体潜意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时候呢，它就稳定了。譬如人是有本能的记忆的，这个本能记忆你还没出生已经存在了，死后还在的，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集体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同人呢就组成了一个集体的潜意识、集体的无意识、集体的意识，就是说我们这个团体，我们这个意识是很稳定的，就不是大与小，只是稳定与不稳定的状况。所以呢，我们这个意念，既然我们有稳定的状况，大家都是同心协力，相信这个同仁可以帮助很多人，相信这个同仁可以改变一切，相信这个同仁可以治病，那么呢，我们这个意识是很稳定的，不是摇摆不定的。所以你一个治疗者，他治病的时候呢，还要看他的心情的，心情好开的药又不一样，心情不好，我说是医生的心情，所以呢，但是集体潜意识就没有这个毛病了，它已经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意念可以改变一切，可以就是跟平衡宇宙哪里交通的。它还有一个人衰老了，第一个就是那个端粒 telomere 一路在变短，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端粒延长？可以啊，那就需要细胞的再生。那么细胞的再生第一个要素，它就需要这个干细胞，还有一个生长激素。那么干细胞又在哪里最多呢？当然又是去了这个第一胸椎和第七胸椎也是1和7的了。那么呢，再配上一个新陈代谢的，那么呢，我们身体端粒可以延长的，因为呢，我们这个干细胞也增加了。还有一个，目前来说，你这个细胞它最大的是什么？细胞就是一个电池，细胞是有功能的，细胞是有那个叫所谓的基因的，有 DNA 的。那么为什么你这个端粒这 DNA 变了？那么它 DNA 变了，为什么它变了？它缺乏了什么？生物电，一个是生物电，最重要呢就是不是生物光子。生物光子就是改变这个 DNA 的，这个是他们研究出来的。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光子来改变这个 DNA 的 DNA 的。那癌症也是 DNA 的改变，很多东西都是 DNA 基因的改变。但是西方医学这个基因不是研究光子，他应该研究的是什么？Chris， 他研究的是遗传学。因为你的 DNA 变了，因为你是遗传下来的。我们不是，遗传的只是一个借口 excuse， 我们没有这个借口，我们就说你里面的光子不够，
你里面的电子不够，氧气不够，引力子不够，你这个 DNA 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是积极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补充进去，不是说啊这个遗传的是我的爷爷的爷爷，而是我的那个只是一个借口。所以呢，我们呢走的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相信的东西都是他们做实验来的，但是采取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有回答你的返老还童了吗？有，老师，所以光子的话我们可以照光，电子的话我们但可以是你在太阳里越是晒太阳，你的皮肤越是苍老的。对。是吧？因为过分了，那么呢，我们呢，这个也是一个最简单的机器因为这个也是这个机器呢，就产生这个光子，这个光子你看起来很小，你照这人，这光子只是皮肤吸收，里面的细胞没办法。但是我们照了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意念，那么这个光子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呢用上了这个量子物理学，这个光子就在你这个地区，可不可以跟你里面的 DNA 交存在一起？可以啊。那么呢，那个镜头给我最大的那个。你这光子需不需要借由镜头跟身体？当然有嘛。那么呢，这个是我10年前第一个拿来做实验用的。那么呢，我们照这个镜头，它就产生了叫观察者效应了。这个呢是 Fidelity 给我的，他要给我儿子，他又是一个故事。我说你是做厨房的，做了一辈子餐馆，你为什么有这一个？这个是40年前的产品，因为我是一个摄影师，我知道的这些材料。然后我一灵感一动，这个可以拿来做观察者。然后呢，10年前呢，我们就拿这个做观察者成功了。所以呢，这个呢是有几年价值的，拿来就是镇馆之宝。Michael， 镇馆之宝。Michael， 你要不要买？这个绝对不卖的呀。而且我们呢还有一个很简单，当时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是说，当你有病的时候，或者有痛，不论是哪里痛，我们呢当时呢也是用这个手机，用旧的手机。这个旧的手机照着你这个人，也是一种观察者效应。这种你照着头痛，看见录像，对着这个录像，他这个头痛也没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实验，我书上都有的。所以呢，观察者效应是我们最基本也是改革的了，我们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手机上要不要放镜头呢？手机本身就是镜头的了okay，这个呢就是我一开始那个时候拿来做实验的。那么呢，这个受到观察者效应，这个光子也可以进了人体的细胞里的。老师，引力子是怎么样产生的？引力子它就是说，它要有两个物体之间就产生一个引力的。这个是牛顿的物理学。譬如苹果，一个苹果跟地球，它就是两个不同的物体在一起，它就有这个引力了。那么这个引力，地球上有2个，一个是最大的引力呢，就是白金，另外一个呢就钨合金。白金呢，你有钱的话可以买白金来做这个片子的。那么呢，另外一个呢就钨合金了。钨合金是地球上第2个引力最多的。地球本身也有地心吸力的，就是还有一个影响这个引力子的活动，就是运动速度。
速度产生速度的时候呢，这个引力子消下去的了。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用这个，目前我们用的是钨合金来产生引力。那么你，比如我们的骨头，当你骨头的引力少了的时候，这个骨头这个钙就不能吸收了。但是西方不是这个原理，西方就是说我拼命的给你吃钙的，那么你的钙就多了。不是啊，你拼命吃钙有什么用？因为你骨头还有一个引力，这样呢，这钙像磁铁一样吸收进去。那太空人上了太空，引力少了，第一个受伤的就是骨头。所以呢，我们早2个星期要跟他们聊一聊那个 SpaceX 那个飞船，它的将来的宇宙飞行员是怎么样的？要不要增强这个引力，让他的骨头不会受伤我也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那就是接纳与不接纳不是我的事，是他们的事。所以呢，全世界目前用上像我们这个理论的呢，还没有人。我们对与不对，但是我们都有自己的道路，而且这个道路从我们的 practice 哪里看得到，我们是成功的。所以呢，我在我的那个网站就叫文章自己好，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文章，我们有这个理论。老师，我有个问题什么样的病要用反引力来治疗？什么样的病要用引力来治疗？像你的骨质疏松，你要用引力来治疗，然后你的肿瘤是不是要用反引力？肿瘤我们也用反引力，但是我们同时也用引力，就是说引力它产生变化的时候，它呢就是另外一个功能就出来了。譬如我们已经做的反引力机，就是用运动速度，因为它在麻省理工学院，其实是欧洲的那个实验，它就是说，当这个轮子在1200转1分钟的时候呢，它就失去了这个重力了，就可以自己飞起来了。所以呢，它也是那个叫反引力轮。反引力轮，既然它这个42磅的轮子可以飞起来，那么人体它这个肿瘤里面它在里面就是它的引力太大了，才产生肿瘤，因为引力跟这个密度有关联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反引力，将这个里面这个引力子中和了，那么这个肿瘤也会变了。那么它肿瘤的引力小了，它也散了。所以呢，就是 Michael Levin 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引力的实验，将肿瘤送到太空去，它就由3个 D 变为2个 D 了，就是说它外面的引力少了没了，它这个肿瘤就平了。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又要增强那个地区性的引力，所以呢，我们也用了这个压电陶瓷的，和这个压电陶瓷和这个钨合金的，所以呢，我们用了这10年了，这个差不多10年了，是很成功的。而且我们最近呢，我们这个钨合金也改良了，就是说这个钨合金和这个和这个我们叫纽针，那个纽针呢我们改良，现在这个纽针改为不用这个塑料的，就是用箭头在哪里，所以呢又有箭头，又有光子，又有引力子，又有电子的，所以呢我们也一路在改进改良的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我们现在用钨合金来做引力的治疗，
然后可是我们身体有些地方需要反引力，有些地方需要引力。这个乌合金它自己会去平衡综合吗？这个可以平衡的，因为人有的，譬如我们有地方的有问题的地方，它的密度都是一般是大的。对，所以乌合金能够这个镜头这能够聪明到能够晓得你哪个地方是需要多引力，哪个地方需要应该它都有这个方式去平衡它的，但是我们基本上反引力它有一个毛病，就是你一定用这个 mode 将这个速度提到1200转每分钟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市场上你提供的这个 mode 是很多问题的出现的，啊。对，可是我们怎么解决？我们比方说，我们有肿瘤，我们需要反引力，我们怎么解决呢？那因为引力只是其中的一个能量，那么呢，我们也可以改善它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环境呢，我们也可以用光子、电子、氧气、引力子，它哪里也可以用上这个，因为它本身也可以增加这个血液的循环。譬如我们做这个骨的传导，骨传导就是增加地区性的电压的，骨头的电压的。那么这个骨头跟骨头的密度是很大的。那么呢，我们这个钨合金它的密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它就产生了这个引力。那么我们再放一个引力，钨合金会不会改变这个骨头的状况？可以啊，因为它也将钨合金这个引力子补充进去骨头，骨头得了补充，它的密度也会增大的，就是说它局部的环境也会改变局部的环境。所以呢，每一样都有它每一样的功能的。那我如果又有骨质疏松，我又有乳癌的肿瘤，然后我放那个钨合金，它就是增加它的密度，那我的肿瘤不就是没有办法那个松弛，它是密度越来越高吗？它这个密度也是越来越高的，但是你随着局部环境的改变，它这个肿瘤也是一路一路的改变的，所以呢，但是这个环境的改变超过了你肿瘤本身的改变，那呢，我们治癌就成功了。所以如果说我在治癌症的时候，我是不是要把钨合金去掉？不去啊，我们还要加上去，增加局部的，因为局部的那个引力子的，不需要。OK。而且我们在实际上用的时候呢，也是很成功的。好啦，所以说在癌症的治疗上，你这样子的用法，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体的 balance 的一个模式，然后可以让它的肿瘤，因为它旁边都更加强了，所以能够去改变这个局部的环境。基本上呢，我们这里看的病啊，第一个看的最多的呢，还是自体免疫功能。自体免疫功能，西方现在还是束手无策，没办法。中医也没办法，只是除了吹牛吹大之外，他们没办法。上个星期呢，就是我们有3个桥本病，有一个就是说医生说正常了，而且我们做医治所有的桥本病还没失败过，全都成功。不是一个病例，很多个病例。
那么目前就是中国的电影明星李连杰得了桥本病，整个中国没办法。好，还有一个自体免疫，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他得了大肠炎，那么整个日本汉医、西医、中医什么都没办法，那个就不要在哪里吹牛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懂这个，不理解这个什么叫自体免疫功能，所以说他们没办法。那么我们除了自体免疫功能，其实自体免疫功能简单的你不敢相信，就是1、2、3、4、7，但是1、2、3、4、7再加上一个阿苏蟹就完美了，根本就不用学的这些会念就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这里第二个最多人的就是癌症。我这个星期六每一个星期六大概有现在超过100人了，包括上网或者亲自来这里。星期三我们这个班大概有70人，就是说一个星期有2个课，已经170人次参加了这个癌症班。所以呢，我们这个癌症什么癌都有，差不多你说得出的癌都有，连心脏癌都有4个，你这个怎么解释？上个星期六眼癌就已经2个了，上课眼癌2个都好啊。那么你西方敢不敢看这个眼癌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其实我们治癌的也是很简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引起癌症，已经很多科学家证实了这个神经系统引起癌症，但是医疗系统不让你改，不准应用他们的知识，那么他们要卖药，要开刀，3大的。那么呢，我们也是这个癌症也是简单，第一个就是神经系统，神经其实说穿了是3个神经，其实说穿了是2个半神经。第一个是植物神经，植物神经就分交感和副交感，副交感就是迷走，其实迷走跟那个膈神经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你做了这个迷走神经和膈神经，到底你做了哪一个我们也不知道，反正2个一起做了。然后第二个就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华佗杂疾，然后就一个阿苏蟹，就是这么简单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用了3大的，现在已经不是3大的了现在呢又是这个开刀手术、化疗、放疗，现在呢还是用那个荷尔蒙阻断剂荷尔蒙blocker 那些都是药物的治疗，但是他们有没有去说你需要改善这个局部的循环系统？没有，西方不来这一套。所以呢，只是大家都是在哪里卖药，看谁卖的最多的谁就发达了。我们不是，我们这是癌症呢，一个是神经系统，我们是科学的。那么他们是这个用了这个遗传的，现在居然连这个癌症都是遗传学，那个就是根本就是骗人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基因就是说你的基因也是遗传下来的。那么目前西方还有什么借口吗？太多了这个了。然后这个又要是基因，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我们呢就是很简单，就是神经系统那么我们神经系统就是要改善的是什么？就是说知道哪个神经出问题了。那么就3个，一个是交感，一个是副交感，加上一个膈神经。
但是在治疗方面呢，我们呢就采取氧气，四个能量：氧气、电子、引力子和光子。就是这4个问题，我们就处理了大量的那些癌症病人了。你看上个星期六，又有好几个又说我又是好了，那个到底你们为什么我们的癌症病人成功率、成活率有效率超过90%的？所以呢，全世界没有人敢说这一句，但是我们敢。因为真的你来观察，你来这里视察的话，就觉得这个才是世界奇迹。但是他们肯用吗？不肯。我们也不在乎的，因为我们呢要做舆论的准备，要宣扬出去。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呢要做了很多短片，还要呢，我也要写作很多东西的。好了，也没有什么要再说的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还有问题？不是，我说我们还有3分钟。请大家把握机会。我可以再问哈，老师，我还有个问题，生化，西医他们的生化的那些药，有没有可能可以转换成为生物电？这2个中间有任何的关联性吗？第一个。生化是物质性的，我们呢着重在这个，既然生物电引起癌症，引起很多东西的疾病，就是说，你要是生物电和生化是2个不可分割的，但是西方将它分割了，只是看你的。譬如你身体的钙不够，你要吃钙嘛；你这个维他命 D 不够，就吃维他命 D 嘛。那么呢，我们又提出一个问题：你的骨头需不需要这个生物电才吸收这个钙的？是不是要生物电来吸收这个维他命 D 的？他们没有，他们偏偏给你补充有什么用？所以呢，他们不会考虑这个生物电的，而且这个生物电就是连网站都要封锁，他们封锁这些消息的。我也看到台湾有一个什么教授，他说全世界的医生知道生物电的只有5%，95%还不知道生物电是怎么一回事。是哪个教授在网上，我忘记是哪一个，我没有录下来。他说95%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生物电。现在又有一个大问题了，那么这个生物压电电流上网有吗？太难走了，连上网都难走。为什么？他们垄断了这个资料。不要那些人去研究，他也不希望有人去研究，所以呢，生物电和生化2个不可以分割的，就是有波有粒，波粒2项不可以分割，粒子就是化学性的、物质性的，波是能量性的，所以这是2个不可分割的，但是西方医学。就是将它分割了，分开了。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说了嘛，你就是有了这个能量，就是有了这个粒子，还要你看的是你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唯物论又不一样，唯心论又是另外一个方式的了，所以波与力，然后生化就是力。然后生物电就是波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波也是有离子不可分割的。对，本来波与力是一体的，可是现在就说西方他把波与力分开了，他只注重那个。只是卖药不卖生物电。力，他不注重波，所以他病治不好，就说他缺了一个。2个没有结合的。对。那么呢，我们呢就将它2个
结合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我们用牛顿的物理学，但是又跨进了这个量子物理学，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治了很多毛病。而且我们那是科学的，他们很多东西往往他们是反科学的，因为有商业利益存在，所以呢，很多东西都他们是反科学的。好啦，我这个又要，这个今天是第9课，我们呢就要放在网站的了，我要关机的了，不要问了。那我们再了解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物理那一块来讲，假如我们在做一个自然疗愈来讲的话，我们不要用药，我们就可以用食疗，对不对？就说力的方面，我们是不是用食疗？食疗呢也是无可奈何的，那个越治后事，下回分解。谢谢老师。所以。